我奶奶。楚风神色变化，如今他已知道自己母亲进入了第9道天河。苏柔苏美虽被月仙劫持，但月仙却是无奈之举，实则是个好人。至于楚氏天族族人以及祖武下界那些朋友虽都失踪，但楚风也隐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。这样算起来，如今这浩瀚修武界，楚风最牵挂的其实就是他的奶奶了。虽说已知自己奶奶实力强大，可毕竟神志不清，总是让人担忧。借一步说话，天剑残花话落，便与楚风等人一同离开了这血脉机缘山。他将楚风一行人带到了一座战船之上，这座战船上很大，就停在星空之中，但辽阔的甲板上只有100人。他们身着统一白袍，腰间挂着天剑圣宫的令牌。虽人数很少，可每个人的身上的神态与气质都不同凡响，让人意识到他们很强。拜见残花小姐，拜见旧梦长老。纵使实力不凡，可看到天剑残花与天剑旧梦，这些人还是恭敬的施以一礼。天剑残花落到甲板并未停留，径直走向战场上的宫殿群，于一座宫殿门前止步，看向楚风身后的众人。楚风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道：这都是我信赖的人。见状，天剑残花才推开殿门，将众人引入其中。落座后道：你奶奶应该还在世。你怎知道？楚风目光谨慎，关于他奶奶，楚风一直也在寻找，可为何天剑残花会知道此事？除非他调查过，因为拓跋天雪他们对你印象很好，我宫便调查了一些关于你的事，得知你奶奶名为宋洛乙，本是金龙焰宗之人，因天赋太好，引起丹道仙宗的贾令仪所嫉妒，从而这贾令仪犯下了对金龙焰宗的灭宗惨案。但你奶奶应该没死，因为丹道仙宗被灭时，那火焰与金龙焰宗的手段很像，只是威势更强，应该说很强。而最近我宫在一地发现了一位年迈女子，她的手段与灭掉丹道仙宗时留下的火焰几乎一样。天剑残花此话一出，楚风赶忙问道：何处发现的？天剑残花并未直接回答，而是道：你其实也知道你奶奶还在世吧？天剑残花话落，取出一幅画卷，卷轴展开，上面是一个面容被毁却衣着端庄的老太婆，正是楚风的奶奶宋洛乙。这位是不是你的奶奶？天剑残花问。楚风思索片刻，点头应下。无论他承不承认，对方都认定这个就是他的奶奶，干脆应下，询问下落。我奶奶在哪？楚风问。位于星空的一座密地之中，我们刚好也要去那里，不如同行吧。天剑残花说道。可以。楚风话罢，看向小鱼儿父母以及爷爷。前辈，要不你们和鱼儿少羽兄先回去。可楚风此话刚出，还不待其小鱼儿父母他们回答，小鱼儿便道：大哥哥，带我一起吧。楚风小友，若不觉得老夫是累赘，老夫也想同去。小鱼儿爷爷说道：前辈，这是哪里话？您怎么会是累赘？若是您能同行，晚辈求之不得，只是怕耽误你们。楚风说道：我们能耽误什么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护你们，对吧？小鱼儿爷爷说道。小鱼儿父母也是点头附和。楚风知道他们的想法，虽说现在的实力面对顶尖强者可能不够看，可好歹都是天神境，他们总是想着能帮到楚风一些。至于生死，自然也怕死，只是因为觉得欠楚风的，便也愿意冒险。楚风自然也不好拒绝这份好意，况且楚风有一句话也是真话：神路虽是保命底牌，但有些情况只能保命也不行。不管是否是最顶尖，但天神终究是天神，有天神坐镇，心里总是多些底气。而就在众人决定之后，秦玄来到楚风近前。楚风兄，这次血脉机缘山多谢你了，希望你能找到宋前辈的下落，但是此行我便不陪同了。楚风问：秦兄有何打算？我会继续寻找苍穹仙宗的罪魁祸首，若实在找不到，我会进入第9道天河试试。秦玄道：第9天河倒是一个不错的去处，有朝一日我也会去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兄也打算去？秦玄意外。随后楚风将自己关于第9道天河的传闻告诉了秦玄。听到楚风的讲述后，秦玄的双眼都更加明亮了。关于第9道天河，他并不太了解，对那里其实是有些恐惧的。毕竟第9道天河还有着太古炼狱之称，只是苍穹仙宗已经被灭了，他也没了方向，去第9道天河只是想搏一搏。可楚风这样一讲，他才意识到这第9道天河原来是充满机遇的地方，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地方。甲板之上，楚风一行人与秦玄送别。楚兄、仙海兄、王强兄、鱼儿姑娘，再会。秦玄一一抱拳，便转身离去。虽在星空之中，但他自然也有他的手段，寻得离开之路。还有要走的吗？天剑残花问道。没了。楚风道。见状，
天剑残花大袖一挥，这艘战船便开始移动，速度越来越快。很快，战船散发光华，周身有结界之力浮现。这艘巨大到战船竟直接进入了传送隧道之中。哇，好厉害的宝物！看到这一幕，小鱼儿等人也是目露惊叹。类似的宝物他们也见过，可这么庞大的战船还有如此效果，他们也是第一次见。之后，天剑残花为楚风他们每个人安排了一座宫殿休息，可楚风却选择了一座客房较多的宫殿，决定他们一行人都在这一座宫殿休息。虽说看起来这天剑残花不像坏人，可毕竟刚刚认识，并不了解他的品性，楚风也并不信任他。在以防意外发生的情况下，自然还是和小鱼儿他们待在一起比较安全。天剑残花似乎也明白楚风的心思，也没有相劝，而是选择尊重楚风。宫殿内，残花姑娘，我有一个问题，问了你可别生气。王强看着天剑残花道：“如果觉得我会生气，那你就不要问。”天剑残花道：“好的，那我问了，你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起名叫做残花啊？残花败柳，听着多不吉利。”王强道：“轰！”宫殿内突然寒气刺骨，是天剑旧梦，他脸色不悦：“这位公子，劝你谨言慎行。”倒是天剑残花笑了笑，旋即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：“我的名字是我母亲起的。”哦，原来如此。看着天剑残花那残缺花瓣的眼眸，王强恍然大悟：“是我冒昧了，无碍。很多人都好奇我这名字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”天剑残花说道：“确实不错呀，很有韵味。”小鱼儿也是附和道：“姑娘，若不方便说出此行具体位置，乃到天河总方便说吧。”楚风对天剑残花问道：“非要说的话，距离第9道天河很近。”天剑残花说道：“第9道天河？”楚风有些意外：“去了，你便知道了。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入的地方。所以你的奶奶也很不一般。”天剑残花话罢便起身：“路上需要一些时间，诸位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与我宫之人说即可。”随后，天剑残花便与那位名为天剑旧梦的老妇人来到了另外一座宫殿之中。天剑旧梦道：“残花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”天剑残花点了点头。闻言，天剑旧梦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。